最近的新闻媒体啊，有报道几个让人很讶异的现象啊，就是有几个年纪很大的男生啊，可是看起来却很年轻。像香港有一个叫吕良伟的艺人啊，70岁，可是看起来像40、50的感觉。很多人经常问我，我是不是戴假发？你们看，我这是假发吗？新加坡呢，也有一个叫陈传多的摄影师哈，也是一样59岁，可是看起来像39岁啊。They are giving me this mascot of Forever Young, but it's a title that no one can keep. 好，大家都很讶异，说他们是怎么保养的，纷纷在打听说这个有没有什么抗老的妙招啦。健康加财富，知足就是福。所以今天邱医师呢，就是要跟大家谈谈，怎么样呢？年纪变老，但是呢，身体生理年龄呢，却永远年轻。在今天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踊跃订阅邱医师的频道，订阅的人越多，邱医师越开心。我会跟大家找到更多更有医学实证、科学根据的健康知识，来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一起来努力追求健康。邱医师呢，以前在这个之前的影片当中也有跟大家提过说，西方的那个阿汤哥Tom Cruise也是一样60几岁了，对不对？看起来像40几。好，那他们到底是怎么保持这么年轻，保持这样的一个外观不老的感觉？首先呢，要跟大家谈一个僵尸细胞的概念什么是僵尸细胞？其实我们人体内每天都会有很多细胞衰老、退化，甚至死亡。这些细胞呢，如果是退化、衰老、受损的话呢，我们就叫做僵尸细胞。僵尸细胞在体内呢，一定要有一个很好的免疫机能来把它清除。如果僵尸细胞没有被清除的话，就会产生很多问题那僵尸细胞是细胞老化、停止分裂，在还没有被清除之前呢，它会释放大量的细胞相关的讯号它有一个名称叫 SASP 叫做 Senescence Associated Secretory Phenotype， 中文呢就是衰老相关的分泌表型，也就是一种细胞激素，包括哪些呢？例如白介素6英文叫做 Interleukin 6， 还有肿瘤坏死因子，英文叫做 Tumor Necrosis Factor TNF alpha， 还有一些趋化因子跟一些蛋白的分解酶，以及一些活性氧好，那这些东西释放出来以后呢，它会对周边的细胞产生一些不好的影响。僵尸细胞如何造成附近细胞的老化呢？第一个呢，就是它会诱发附近细胞的老化，就是我老我要跟着让你老这就是 SASP 呢，它这些发炎激素呢，还有一些活性氧会伤害附近细胞的 DNA 染色体，然后呢，也会使它的粒线体功能衰退，导致它们提早衰老，功能变差这第二点呢，就是会引发附近的发炎反应。长期释放的白介素6跟白介素8，就 IL6 跟 IL8呢，这些促进发炎的因子会使周边的组织维持在低度发炎的状态，最后呢，导致心血管的疾病、糖尿病、阿兹海默这些退化性的疾病第三个就是会破坏附近的组织。刚刚有讲到，它有分泌一种蛋白酶，正确的说法呢叫做基质金属蛋白酶 MMPs， 它会把细胞外的基质把它分解掉。那我们知道，细胞外基质含有很多胶原蛋白、弹性纤维，如果这些东西被分解掉的话，皮肤就开始松弛，甚至呢关节都会退化那第四个呢，就是它抑制干细胞的功能。发炎的环境本身就会抑制干细胞的功能。干细胞就是修补我们受损组织的再生细胞，它会产生新的细胞来修补我们损伤的地方。如果干细胞的功能变差，你修复力就会下降，身体组织就跟着老化。最后第五点就是它会促进肿瘤的生成。长期的这些 SASP 呢，还有活性氧 ROS， 促进肿瘤细胞的存活、侵袭跟转移。我们人体的细胞大概有30到40兆，每天老化的这些变成僵尸细胞的这个数量大概有几十亿到上百亿。虽然听起来很多呢，但是相较于30兆到40兆呢，大概就是1/1000到2/1000这样的比例。好，那这些细胞因为 DNA 的损伤、端粒的缩短，还有氧化压力、代谢压力这些因素，就会进入到老化的状态。不过呢，这些老化的细胞通常会被免疫系统把它清除掉，例如像巨噬细胞或者是自然杀手细胞 NK 细胞会把它清除。一个人免疫功能的好坏呢，就会攸关这些僵尸细胞是否能被清除的这个效率的高低那么僵尸细胞为什么会累积
刚刚有提到哈，免疫功能很重要。在年轻的时候呢，因为它免疫的机能很好嘛，能够很快速的清除这些老化的僵尸细胞，所以僵尸细胞的比例是很低的啊。随着年龄的增长呢，你免疫机能开始下降的时候，清除力变差嘛，所以这时候慢性发炎又抑制了干细胞的修复力啊，所以呢，整个这个僵尸细胞就开始堆积。根据研究年轻的动物它的细胞组织当中呢，这僵尸细胞的比例不到1%。年老以后啊，在组织当中僵尸细胞的比例可以高达10%到20%这么多。累积这么高的僵尸细胞呢，它就会显著影响器官的功能，还有个体的健康跟寿命。我们每天都有几十亿个细胞要退休要衰老哦。年轻时清除这些衰老细胞的垃圾车功能很好哦，所以它回收的很快，不会累积，所以不会进一步影响周边的组织啊，增加衰老的机会。但是到了年纪大以后呢，这些垃圾车回收的效率就变差了哈，所以呢，僵尸细胞越堆越多，不但自己本身造成问题，也会造成附近细胞的问题，使得器官退化跟衰老的特别明显。想要维持像吕良伟或者陈传多这样的一个健康的身体，虽然年纪老，但是呢，身体器官未必要老。如果要维持这样延缓老化的话呢，你就要怎么样？要想办法减少体内僵尸细胞的数量。至于怎么减少僵尸细胞的数量呢？我们下回再跟大家分享。希望今天分享内容对你有所帮助，欢迎大家订阅邱医师的频道，按赞分享，打开小铃铛获取最新的讯息。我们下回再见，拜拜。各位朋友，如果你喜欢我们今天所讲的，请在下面按个赞。如果你对我们的内容感到兴趣，想要获得最新的讯息，请按订阅。下回见。